看到这件裤子就知道我今天要讲谁了吧？对，没错，就是 Lululemon。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上周 Lululemon 出了财报之后就大跌了10%，现在到底是不是买进的时机呢？OK，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 Lululemon 最新的财报。Lululemon 2024整体的营收来到了106亿美元左右，比2023年成长了10%，稀释 EPS 是在14.64，年成长15%，这个是整体年度的数据哦。再来以季度来看的话呢，2024年第四季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是成长了13%，来到了36亿美元，稀释 EPS 是6.14，比去年同期成长16%。如果是以性别来区分的话呢，女性市场是成长了6%，男性市场成长了12%。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Lululemon 一直有在做创新，所以它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元，所以男性女性的市场都有所成长。如果是以种类来分的话呢，实体店面的营收是成长了12%，数位商店的营收是成长了4%。以地区来区分的话，美洲地区的营收是成长了2%，其他国际地区则是成长了30%。所以说美洲地区的成长比例是比较低的，其他国际地区的成长幅度比较大。那这也很正常。因为 Lululemon 基本上呢，它是以美洲市场为主，美国跟加拿大直营店的数量是全球最多的。因为这个母体基数比较大，所以它的分母很大，相对的成长的趴数就比较低。我这边还没有找到今年的数据，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去年的数据哦。2023年1月底跟2024年1月底，这个 Americas 美洲地区的直营店数量已经是400多间了，中国只有100多间，那其他地区就更少。像台湾在2024年1月底也只有8间，分母真的是蛮小的。OK， 那再回到这一张图哦，刚刚我有提到2024年 Lululemon 一整年的营收成长了10%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成长？主要就是因为Lululemon 在2024年度总共增加了56家的门市，在2024年底 Lululemon 已经有767间直营店，而2023年只有711间。那其中光是第四季呢就开了21间，关了3间，所以净增加是18间，其中有13间是开在中国，有3间开在美国，剩下的2间是开在其他的地区。那门市增加了，所以营收也跟着提升嘛，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现象。那门市变多，支出势必也会变多嘛，毕竟它的店面更多了，它的人事成本、它的水电费、它的管理费一定也会变多。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它拓展这么多门市的时候，我的直觉反应就是告诉我你要去看一下毛利跟营业利润。那 Lululemon 最新一季的毛利率是 60.4%，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2024年全年毛利率是 59.2%， 也比前一个年度的 58.3% 增加了 0.9%。Lululemon 毛利率之所以会有所成长，是因为呢它的产品的成本下降，而产品成本下降是因为原物料价格下降、运费下降，还有它的库存管理有优化，再加上产品售价的促销没有那么多了，然后还有一些损耗的改善，所以毛利率才会有所进步。再来呢，这一季的营业利润率也比去年同期的营业利润率高出了 0.4%。2024年的营业利润率是 23.7%， 2023年的营业利润率是 22.2%， 所以也是有明显提升的。从这些小细节其实就观察出来 Lululemon 的成本控制力其实蛮好的，即便它开了这么多的新店面，还是可以很有效的去管控它的支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加分的。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蛮想培养自己去观察一间公司的体质的能力，这件事情蛮不容易的，但是绝对有几个方法可以让你来慢慢培养这个能力。比如说去上一些投资相关的课程，多看一些分析师的报告，或者是学着去看财报等等的，这些方法都可以。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时间跟这个心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泡在一个好的群体里面。当这一群人都在进步的时候，你也会不好意思原地踏步。一个人向上的力量有限，一群人成长的力量更长远。现在你就可以点击下面资讯栏的连结，加入我的肖邦投资集团，让自己泡在一个好的群体里面。这个社群目前已经有超过2300人在里面了。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常常针对一些投资时事的发文，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跟其他厉害的团员去做交流，从别人的经验分享去培养自己观察一间公司的能力。好，工商时间结束，我们回到 Lululemon。Lululemon 呢，简单来说我觉得它的内部财务状况来看，它依然是一间非常非常好的公司，在营运上、在成本控管上跟拓展版图的能力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从外部的角度来看呢，你可以发现其实 Lululemon 的表现其实也是有超过原本的预期的。从 investing.com 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 forecast
预期获利跟 actual earnings 实际获利的比较。蓝色长条图是 forecast 预期获利，橘色是 actual earnings 实际获利。你可以看到最新一季 Lululemon 的获利是超出预期的，橘色明显比蓝色高嘛。然后下面的数据你也可以看到，实际的 EPS 是 6.14， 比预期的高了 0.27。那营收实际获利是 3.611 billion， 也比市场预期的高了 30.318 million。By the way 我真心觉得 investing.com 这个网站真的是蛮好用的，像这一张图就能够让我知道说公司过去的预期跟实际上的表现到底差了多少。那同时其实我也可以观察得出来，公司给的预期到底是偏保守还是倾向说谎的。像 Lululemon 这个情况，它就比较偏向保守，通常实际获利会比预期的还要来得高，代表公司还算老实啦。如果还想要知道 investing.com 有哪一些好用的功能的话呢，你可以去看我之前分享的这一集，这集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investing.com 这个工具。OK， 回到主题不管是拿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来比较，还是说去把实际的获利跟预期的获利来比较， Lululemon 的表现其实都蛮不错的，它都有进步，而且也比市场预期的来得好。不过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财报很好，股价却大跌嘛，这个应该是大家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会分析一下它大跌的原因。那我必须要先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分析这种短期的股价波动，因为股市有涨有跌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涨跌根本就没有原因，也不需要去做分析。不过像 Lululemon 这样子的情况在财报之后有比较大的下跌，我就会特别去研究一下，确认是事实性的下跌还是预期性的下跌。之所以会去这样做区分，是因为我必须要去辨认这一次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它到底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市场的预期而下跌的。从这个角度去判断这家公司到底还值不值得我们期待。如果是基于事实下跌，比如说市场销售的状况变差，公司内部的管理阶层出了状况，金流卡住等等的，那我就会认为说这间公司不应该继续待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就算之后继续下跌到低于我的黄金价位或低于估值，我也不会进场。如果是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下跌，那我就会进场，因为这个就是情绪性的嘛，所以等它下跌跌到低档的黄金价位，我可能就会再规划进场策略。当然啦，这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去忽略市场的情绪，忽略市场的变化，我们还是要去关心全球经济的变化对于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说，这间公司还是一间值得投资的好公司，内部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短期之内可能不是买进的好时机而已。它仍然是一间值得等待，而且可以在低价买进的好公司，并不是所有公司在低于黄金价位或低于估值的时候都值得买进。有些公司是体质变差，事实上它的根本变弱了，才导致股价下跌，那这种公司就根本就不值得投资。所以回过头来讲，像 Lululemon 这种体质依旧很好的公司，我就会很好奇它为什么下跌，我就会去研究一下它到底是因为事实性还是预期性的下跌，帮助我去判断未来如果跌到低档的黄金价位是不是可以做买进。OK， 那 Lululemon 之所以会在财报后下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显性的原因，第二个是隐性的原因。首先我们先来讲显性的原因好了。显性的原因很明显，就是2025的指引不如预期。2025 Lululemon 预计它的第一季营收会落在23.35亿到23.55亿美元，不过分析师普遍预期的是23.9亿美元。Lululemon 也预期2015年的营收会落在111.5亿美元到113亿美元之间，但是呢，分析师普遍的预期是113.1亿美元，也是稍微低了一些些。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啦。从刚刚我们看的这一个 investing.com 的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 Lululemon 给出的预期通常都是比较保守的，过去每一季实际的获利状况都比预期来得更好。所以我个人不觉得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于第二个是隐性原因，市场不太看好 Lululemon 的前景。那为什么市场不看好 Lululemon 未来的前景呢？首先，因为产业本身的关系， Lululemon 本来就是在卖一些运动服饰嘛，包括我刚刚给你看的这个裤子、运动裤、瑜伽裤、运动内衣等等，是消费者他可以自己去选择要不要买的商品，并不是我们日常的必需品。因此呢，当通货膨胀、失业率提高、发生疫情，或者是股市下跌导致了净资产缩水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力下降，那么 Lululemon 的销售状况可能就会变差。而现在呢，美国的通货膨胀还是很高嘛，2024年的牛市也早就结束了，很多的股票都跌超过 10%， 所以很明显大家的资产是在缩水的，消费力是下滑的。
再来第二个面向就是 Lululemon 大约有跟67家的面料供应商在合作，那其中呢，2023年有52%的面料是来自于它的前5大供应商。2023年有40% 的面料来自台湾，26%来自中国大陆，12%来自斯里兰卡，剩下的才是来自其他地区。另外，关于制造的这个部分呢，Lululemon 大概有跟49家的制造商来合作，其中有5家的制造商在2023年制造了他们55%的产品。2023年有42%的产品在越南制造，16%在柬埔寨制造，11%在斯里兰卡制造，10%在印尼制造，8%在孟加拉制造，剩下的产品才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从这些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 Lululemon 不管是在面料供应还是在制造方面，它都有一点过于仰赖某一些厂商、某一些供应商，或甚至是某一些地区，导致它的供应链风险偏高。再加上现在川普准备要开打关税战嘛，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产品成本跟销售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不看好 Lululemon 未来1年的前景的原因。这个表示说，市场是基于预期的这个情绪才会导致股价下跌，并不是基于事实。而且这种预期心理，我觉得是选择性的啦。明明就有好有坏，等一下我会跟你分享哪些好消息。就明明有好有坏，你偏偏要去听坏的，就像有些小孩会选择性听不到爸妈讲话一样。人家 Lululemon 也有在法术会上说，他们预计在2025年会新开40到45家的新分店，资本支出呢也会花7.4亿到7.6亿去支撑他们的业务成长。这些明明都是会让公司进步、会让公司营收成长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不去看那些好事，反而去看那些坏事？所以总结就是，我认为 Lululemon 依然是一间非常棒的好公司，但是短期之内可能不是进场的好时机。我会继续等 Lululemon 出现更低的价格，然后当它跌到低档黄金价位的时候，我才会去规划进场。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千万不要跟着我做。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要帮我按个赞。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